通用动力一觉睡醒，发现天塌了，自己辛辛苦苦干了近10年的项目，说没就没了。4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签署备忘录，正式启动冷战以来美国陆军最大规模的结构与采购改革，其中就包括取消 M10布克的采购计划，直接给通用动力一刀。辛辛苦苦10几年，眼看就要见到成果，结果被一刀砍到大动脉。就进展来看 ，M10的项目开发阶段已经完成，在2024年2月就进入小批量的低速初始生产阶段，车辆都已经交付。结果美国陆军来一句我不要了。那么美军陆军为什么取消 M10布克？改革内容又是什么？原本美军高层那边还在争吵 M10到底属于什么。有将领认为，按照美国陆军的传统，轻型坦克仅用来侦察，但 M10可不是侦察车辆，不符合轻型坦克的任务需求。但也有高层认为这就是一辆轻型坦克，结果吵着吵着 M10凉了。对于通用动力公司来讲，这事儿就是晴天霹雳。M10布克的研发起源于2015年启动的机动防护火力项目。通用动力公司在2022年6月获得低速生产合同，2024年2月开始交付。目前12辆原型车、96辆低速量产车辆已经完工或正在生产中。如果没有意外的话，2025年4月 M10就会正式进入全速量产阶段。2025年9月份，美国陆军的首个作战单位就要开始接装车辆。等到2027年9月，已经接装 M10的作战单位基本齐装满员，完成训练考核，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最终完成原计划的504辆 M10。等于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量产模具已经投产，90%的项目开发资金已经投进去了，眼看有收获了，被美国陆军一刀切了。这就相当于男女朋友出门约会，饭吃了，电影看了，游戏也玩了，结果到晚上要各回各家，这不纯是骗吃骗喝吗？对于美国陆军来说，取消项目的最佳节点应该是2022年6月，在此之前一切都处于开发阶段，取消也无所谓。在此之后 M10项目就进入工程阶段，量产模具已经开动。项目取消后，通用动力直接血本无归，已经生产的这批 M10也将面临无处可去的局面。美国陆军或许会将其转作他用，比如分配给装甲旅级战斗队使用，或者将这批 M10出售到外国，甚至是全数封存。明明在2024年 M10还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2025年就要取消？对于取消 M10的原因，美国陆军也没有给出具体结论，一个改革就带过去了。所以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很多说法，什么 M10性能不行，11座桥有8座过不去，还有什么 M10超重，空运能力不行，性能变化太快，无法满足需求等等。让火力军来说的话， M10的性能的确算不上顶尖，但罪不至此。早在2020年6月 M10的样车就已经交付，既然能通过美军的测试，性能自然没什么问题。怎么那个时候能过桥，现在交付量产车之后就不行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 M10在2024年就会取消，而不是等到2025年。至于 M10的性能，在项目执行期间的确有一定的变化。其最初的研发目的为空降部队提供火力支援，主打战略机动，但最终的战斗权重却达到了40吨以上，很难满足 C-17高效运输的需求。原计划是要一次运输2辆，但现在减至1辆。按照原来的计划，在 M10项目中还要研究轻型装甲与无人机协同作战模式，但是在量产阶段被简化，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有指标变动是很正常的。综合来看，即使 M10的性能摸不到世界顶尖，但也不是很差。从技术角度看， M10的底盘为全履带结构，拥有一门直瞄设计的105毫米主炮，以及可以360度旋转的炮塔。车内不搭载步兵，操作方式也与现役的 M1 相似，战斗权重40吨左右。这个重量就意味着 M10存在一些小缺点，比如防御，仅能抵御 14.5 毫米机枪和30毫米机炮，远低于现代战场生存需求。也没有主动防御系统，仅在炮塔内预留了未来加装主动防护的空间，而且通过降低重量来提高战略机动性，战役战术机动性上就会有一定的欠缺。M10的性能放在坦克上的确有点弱，但问题在于它不是坦克，准确来说应该是机动防护火力系统。美军研发 M10的核心目的就是为轻步兵部队提供机动火力支援，从而解决1997年 M551轻坦退役后
步兵旅依赖步兵战车和轮式装甲车导致的火力薄弱问题，要求装备既能摧毁防御工事，又能对抗轻中型装甲目标。M10 的 M35型105毫米炮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 M10 的火控系统与电子设备都是比照 M1 来做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信息技术比较强。较强。既然如此，美国陆军还有什么问题？价格，这不是早就已经决定的吗？既然嫌贵，那就早点说，不需要等到现在。就火力军来说 ，M10 不可的取消，主要原因是美军的战略转变。M10 这种机动防护火力系统的确有很大的作用，与之相似的装备就是坦克歼击车。在二战期间，在快速突击、步兵火力支援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在现代战场，这种轻型战车的发挥空间主要是城市战、治安战这种低烈度冲突环境。在美军主打反恐作战时期 ，M10 不仅适应城市巷战、山地作战等复杂地形，也通过先进火控系统与稳定器，具备行进中精确打击能力，比传统坦克更灵活，比步兵战车更强。在2017年之前 ，M10 就是绝对的神器。但在2017年之后，美国重回大国竞争。在这个时期 ，M10 就存在跌落神坛的迹象。虽然美军也有反恐的需求，但已经不是重点。不过，步兵旅战斗队的机动野战支援火力确实有点弱，加上大国竞争也需要快速反应能力 ，M10 并没有下马。在此期间，虽然做了一定的调整，但也一直执行到了2025年。进入2025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导致 M10 取消。那就是特朗普执政，其主张欧洲的安全交给欧洲人负责，表示美国不再当这个冤大头，东欧战场不再需要快速反应能力，并且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将重心转移至印太地区，陆军将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前置部署、弹药库存与联合军演，以增强快速应战能力。在这方面，美军需要新战车吗？很明显不需要。在印太地区，空军与海军才是主力，陆军更多是承担防空任务。至于反恐，在2025年这已经是过去式了。美军在中东那边直接是航母 B2全上，哪有陆军的事情？在叙利亚地区，美军也已将部队撤出，关闭3大基地，未来驻军人数将不足1000人。如果接下来还有什么问题，特朗普就会表示我们的航母与 B2在哪里？也正是因为战略转变，导致美军的装备迎来变革。5月4日，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耗资360亿美元对美国陆军进行改造，通过现代化将武器实现代际改革。美国陆军上一次主要装备改造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为应对冷战格局下的高强度常规战争，美军引入了5大武器系统，也就是埃布拉姆斯、布雷德利、阿帕奇、黑鹰以及爱国者。其中埃布拉姆斯、布雷德利主要应对华约的装甲集群威胁，阿帕奇与黑鹰则意味着空地一体理论落地。阿帕奇可以与 GPS 协同部署，提升战场态势感知以及精确打击能力。爱国者就不必多言，主打防空。这次装备改造标志着美军战略从反游击战模式转为大规模机械化战争。至于美军在2025年进行的武器改革，则应对未来战场。至于钱从哪儿来，答案自然是吸其他项目的血。按照赫格塞斯的说法，五角大楼将通过剥削过时、多余和无效的项目，以调整总部结构和采购系统，建立一支更精简、更具杀伤力的部队。重点来了，剥离项目 ，M10就不幸地成为了其中一个。当然，倒霉蛋不止 M10，360亿美元的空缺不是一个 M10项目就能弥补的。悍马改进型 JLTV-A2、史崔克 DVH-A1、M109A7 的采购也被取消。老式的阿帕奇 AH-64D 也将逐步淘汰，是否采购升级版的 AH-64E 则要进行评估。灰鹰无人机也被视为过时，将逐步退出现役。机器人战斗车辆 RCV 项目与 AMPV 装甲车的未来如何也说不准。在技术不断变革的当下，美军更倾向新设计的作战平台，也就是说要研究新的。很明显，美军陆军这次改革等于是将现役装备从头到尾撸了个遍，目的呢也很简单，省钱研究新东西，比如下一代坦克和直升机，并且根据赫格塞斯的说法，陆军的现有资源将优先用于提高远程精确火力、防空和导弹防御、网络战能力以及电子战和反太空能力。除了军事装备上的改革，美国陆军也在编制上进行了一系列举动，加上采购流程现代化，接下来美国陆军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赫格塞斯在4月底签署的备忘录，名字叫做陆军转型计划，目的是应对新的潜在对手的挑战，通过优化部队结构、取消落后装备与简化采购流程，为陆军注入更强的现代化战力。装备方面的改革就以上内容，而部队结构改革的核心则是机构重组。在计划中，陆军未来司令部将与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合并，形成统一的未来规划与训练机构。同时，陆军部队司令部将和南方、北方司令部合并，整合为西半球司令部。陆军不再以功能划分部队管理，而是按照地理战略区重新组织指挥体系。战略布局则主打本土优先，拉美事务整合，印太聚焦强化。这一套操作下来，美国陆军成功压缩了指挥层级，还计划裁减1000个总部岗位，缩减将军人数，降低高阶将领，仅保留陆军参谋长与副参谋长为4星上将。在这项改革计划中，美国陆军的轻型、中型和重型部队的编制构架、人员构成、指挥流程和装备体系等都会进行重大调整。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我们后面再聊。这次就仅挑一个重点：无人机。在部队编制方面，由于无人机的威胁，美国防空反导部队的规模将在未来5年增加39%，在反导弹领域持续投资金穷。在防空领域，美国陆军前沿单位将把拦截小型无人机作为核心任务之一，综合火力防护能力、机动短程防空系统以及反小型无人机系统，都不再以反火箭、火炮和迫击炮为主，而是以拦截小型无人机为目标。到2026年年底，每个陆军作战师都将拥有无人机以及地面和空中发射的武器，每个作战排级单位都将具备反无人机能力。当然，无人机这东西别人能用，美军自然也可以。在改革计划中，美军将全面增加部队无人机的装备数量。在陆军最新的转型实验中，将会在旅级部队部署超过200多架小型无人机。到2026年，前线作战单位将具备 3D 打印能力，也就是那些小型无人机由一线作战部队自主生产，可以基于战场条件和后勤体系组装或改装无人机。在 F-15EX 那期视频里，火力军就表示，想要取代 A10 的空中对地支援，无人机才是最佳方式。而美军这边则是一步到位，连生产都交给一线部队。在采购流程上，美军也将进行现代化改革。为了降低维护依赖与成本，美军将全面推行维修权政策，赋予军方在合同中自主维修、现场 3D 打印零件的权限。在采购流程上，将进行灵活采购机制，会向那些非传统国防工业企业倾斜。试验机制与能力为导向的预算结构将逐步取代传统项目化军费分配方式。言外之意就是谁牛谁上。就目前来看，对于那些依赖美军体系的盟国来说，美国陆军的改革是变局，但也是契机。这次改革之后，美军采购体系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那些使用美制装备的国家将受到严重影响。比如 JLTV-A2 辉鹰撤裁之后，将面临零件短缺、技术支持中断、成本大幅提升及后勤保障体系不确定等问题。计划参与的国家那就需要重新选型。维修权的改革虽然对美国军队很有益，但是如果美国军工企业生产的武器都交给部队自主维修，那外售的武器怎么办？那些与美国只是客户关系的国家来说，很难获取所需的全套技术资料与维修能力，特别是那些没有建立自主保障体系的国家。当然，以上这些问题努力一下就能克服，但下面的问题就不好说了。从美国陆军裁减多款装备的采购来看，接下来的几年，美军将向 AI 作战、电子战、无人系统转型。那些没有同步升级的盟国装备体系，恐怕无法支撑这些装备的作战，互操作性受到影响，联合训练与联合作战也就不要想了。此外，采购合同与预算模式的改变，也可能会影响对外军售流程。对那些非北约和盟国体系的军购客户来说，合作门槛将更高，很可能出现采购时间提升、交付时间更长等情况。不过对于欧洲而言，这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在防御方面，法国一直强调国防自主以及欧洲一体化，但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美制武器，特别是战机领域。但是在美国主打印太战略，外部还有俄罗斯这个强敌的情况下，欧洲一体化不再是说说而已，目前已经在这样做了。如果美军的改革影响到了外售，这个市场空缺大概会由欧洲补上。总的来说，取消 M10主要原因是美国陆军的改革计划，并非其本身出现问题。至于改革计划能否顺利实施，还不好说。按照赫格塞斯的说法，以上这些内容只是第一阶段，接下来的几个月底，美军还将出台第2轮改革措施，结果如何，火力军将拭目以待。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陆军的改革会造成什么影响？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